干净，就真的很好吃。有带好我没吃过，我个人没吃过。它里面有大。在其他的旅游景点没有。Hello， 大家，台州第2天的 vlog 来喽。一早先去吃了家大肠糕，就像很多地方一早会吃汤面一样，这其实算是一种年糕版的汤汤水水。当然，特色就是里面一定会放大肠。它都是就是面年糕单独煮，然后放汤，然后再把料配进去，然后自己可以加什么辣包菜、什么咸菜、香菜。它里面是放那种台州的年糕。然后我让它拌面拌糕。另外一个，你们的面是哪种面呀？它是那个麦面啊。不喜欢这种。这些都要。都要。这个辣包菜是不是你们这边地方特色啊？对的，咸菜都是。它里面是那个台州那种年糕，然后一半糕一半是面，然后它那个面是跟其他地方的面不太一样，它是那种手打面，然后可能更有嚼劲一点。然后里面放了大肠，我还加了份猪心。行，来吧，再来放了，好吧。汤舀一点吧，有年糕有面条是吧？我来尝尝看他们的这个年糕。你看他们那面条的颜色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。它的面条，他家雪菜和那个辣包菜很提味。这个面条就是他们也是找别人打的吧？应该是。他说他们家跟别家的面条不一样。面条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，跟年糕其实跟宁波年糕很类似。这是大肠，什么叫其他的点？我觉得他家大肠挺好吃的。对，我刚才也想说，大肠一点都不腥，然后很香，对，处理的很干净，有点像我们原来的刚过去的，洗的特别干净，洗的很干净，就真的很好吃。你没吃过猪心吗？就是我到这里来。以前自己做过一次猪心，我觉得猪心口感特别好吃，Q Q 弹弹的，好吃。然后它不容易像猪肝那样煮过头，就它久煮以后也是比较嫩的，就这种软嫩的质地。它这个面条口感有点像辛拉面，再没那么滑一点那种感觉。然后去吃了一家还蛮有名的温岭芡糕。我可能说的不太对，你们可以指正啊。但我感觉温岭当地的芡糕应该比这个好吃很多吧？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什么料都有的这个版本，像是为了迎合市场和自媒体做出来的庞然大物。就它看上去虽然很丰富，却给我一种它丧失了它该有的闪光点的那种稀碎感。这个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就是一整个芡糕真的非常非常敦实，感觉吃一个可以顶一整天，弹性十足。它里面有大肠，有大肠吗？有的，我也吃到大肠了，就什么都有，口感比较丰富。这个店我感觉特别亲切的这种感觉，早饭。你吃吧。它吃到那个脆的地方特别好吃。那加这个一定要加甜醋，加甜醋大家也不一样。来吃乌饭麻糍和烂眼糕。那么2盒到明天都可以。不，烂年糕1盒。我们是来品尝的。烂年糕1盒呀，10块。多少钱啊23。不放冰箱啊。放冰箱会硬掉。台州临海那边的乌饭麻糍好像是夹红豆馅的，然后台州市里的好像还是这种纯味，然后沾糖浆的比较多。这年糕别的地方没有的。有它薄荷糖浆，然后有点桂花味。它原味吃就是很纯粹的那种米香味。烂眼糕怎么样？蘸热酱。糖也蘸一下，再不好吃的，咋吃的？它那个烂眼糕，我感觉就是那种比较瓷实，比马吉再稍微瓷实一点，然后比较像台州年糕的那种，就是糯米制品，然后上面裹上红糖，热乎乎的吃，其实还可以，但是就是能想象到那种味道，也没有说就是特别就是非常特别。但是乌饭麻糍蘸的那个糖浆，就是它入口就是先是很重的桂花香气，然后之后再会有一些薄荷的味道出来，就是还蛮特别的，就是这个味型，我觉得。
然后来吃台州早餐比较常见的蛋饼，就是那种加肉的鸡蛋灌饼，它的饼子的质地会比上海那种鸡蛋灌饼再硬挺一点，属于路过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是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到的那种味道。这个蛋是打在面粉里的是吧？不是，这个饼摊好以后，摊差不多了以后，挖个洞，把那个蛋液浇进去。年份挺长了。来吧来吧，上吧上吧。这个皮就是一般的面皮，我在我们酒店里面吃的那个。跟老爸说我要差不多。放肉还放葱，我就是不放葱的。我觉得我做的蛋饼也不错，对吧？就是不太稳定了。姜汁核桃条蛋也是台州特色，对它虽然看起来和听起来都会有一点黑暗，但实际感受了一下以后，发现其实也还挺好接受。为什么？它这边怎么少一块的？对呀、一条干放在黑。这个能光呢？这个能光呢？你看，哎，你放了一会儿吧，才。我吃过的这个。是啊。我吃过的。来吧，吃吧。对的，个底味道好吃吧？这个是哪个？第一个。第一个特色。我想。好。我就想美国的吃。有蛋好我没吃过，我确实没吃过。我觉得它蛮神奇，就是你感觉在喝姜撞奶那种，是它又是蛋的口感，就是口感不一样，但是味道是那个味道，就也不说难吃，就是蛮神奇的。台州的姜汤面也很有名，它基本上就是海鲜面，但是它里面姜味会非常重。但是我感觉这家店真的好难吃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天我食病不佳。23块钱这么大一碗，而且里面也是有海鲜的，好吃。它是有很多贝呀。对，弄一点。跟把它长相底把地球面卖面一样吧。有股很重的苦味。就它那个苦味是会停留在你的舌苔上的那种，加了姜以后，把它本身的可能会有的鲜味道都丧失了。你看它对比，好苦。你稍微加点醋你试试，我觉得加了醋会好一点。之后吃的一家也是做传统台州小吃的，一个叫糊糊，还有一个叫油果。我觉得如果像我一样单纯为了感受地方特色的话，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。但是如果是为了吃美食为目的的话，可能专程来一下就没有什么必要。糊糊上面白色透明的就是糖水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葡萄干，口感蛮神奇的。它有一点点像那种果冻，但是又带点粘性。油果是提前炸好的，我感觉可能热着吃会比较好吃。因为我想象中甜，它有点像那种长沙的糖油粑粑。回酒店退完房去宁波前又吃了2家店，这个小肠卷吃起来一层层的，像是包裹很紧的那种薄豆皮，咬下去有那种很分明的断层感，就口感真的好神奇。我先躲掉一下。这个东西在其他的旅游景点没有的吗？就是台州特色。台州特色。还行。还行。当中是什么肠是吧？也是。表面就卷起来的也是。它有点微辣。还行。其实本来是要吃另外一家台州糕点的，但是去的那天好巧不巧关门了，然后被我在隔壁截胡了最后一个板油馒头，就可惜不是热乎乎滚烫出炉的了，里面板油已经有点凝结起来了，不然热着吃感觉流心爆浆的话会很香。不是说了红糖板油吗？小时候我们也吃的。拍的真的是，好，蛮好吃的。对，我这个小时候就吃过，就是没什么太大的，就是用那个。我觉得蛮香的。这个热的时候吃肯定更好吃。我觉得比黑杨酥的好吃一点。就是很朴实的那种老式糕点。台州24小时 vlog 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宁波了。宁波真的很好吃啊，大家，所以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之后的宁波 vlog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